在经过 BMP-1 的拔得头筹和 BMP-2 的修修补补之后，苏军似乎终于获得了一款堪称完美的步兵战车，在当时几乎就是步兵战车火力机动防御平衡的代表。但 BMP-2 就真的完美吗？上个世纪80年代，什么样的步战车能称为世界最强？德意志科技黄鼠狼1 20毫米 IH-202 机炮，空有高射速，穿身贫弱，高爆弹杀伤力极为有限。英国武士所有重甲和穿身，但6发左轮炮实在不像脑子正常的工程师能设计出来的产物。美国的布雷德利虽然同时具有机动和防护，还拥有可以将整个华盛顿特区炸上天的火力，奈何太沉，不具备辅助能力。纵观来看，世界上似乎只有苏联制造的 BMP-2 步兵战车能称得上世上最强，但这并不全面，或者说上述步兵战车都有难言之隐，只不过这个难言之隐恰好是大家都有，所以都心照不宣了。如果看过我们 BMP-1 和 BMP-2 两期视频的观众应该都能理解，步战车的武器都是拿来干嘛的。比如机炮是用来反击群人员目标以及轻装甲，机枪是拿来杀伤单个步兵单位，而反坦克导弹则是拿来和坦克掰手腕。好了，现在问题就是步战车用什么武器来对付攻势呢？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坦克不可能时时刻刻伴随步兵战车进行移动。当步兵战车需要独自面对敌军攻势时，一种无力感就油然而生。如果对方攻势只是单纯的临时土木攻势，那还比较好说，机炮的高爆弹可以轻松对付这些目标。那万一对面的攻势是混凝土的永久或者半永久攻势呢？机炮的穿甲弹和高爆弹对于这类目标只能压制，而无法进行决定性的杀伤。反坦克导弹虽然值得一试，但每台步战车上带的就那么几发，用来打攻势，万一后面遇上了坦克怎么办呢？车内的步兵和他们的火箭筒虽然也可以对付这些东西，但只能近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伤亡。很恶搞的是，虽然反攻势需求切实存在，但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不重视这个情况，那就都心照不宣的无视就好。欧美步战车可以无视对反攻势火力的欠缺，苏联步战车却无法无视。欧美步战车主要配合坦克作战，目的是遏制苏联装甲部队的攻势，因此在战斗中，欧美步战车处于守势地位，而反攻势火力要不要并不值得纠结。但苏联步战车不一样，苏联步战车需要引导步兵的进攻，在进攻路线上一定会有很多的北约攻势，这个时候反攻势火力就很重要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BMP-2 就没法反攻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导弹技术也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导弹不再只能反坦克，也可以进行反攻势任务。比如空气燃烧战斗部以及高爆战斗部的导弹，实际上并不逊色于火炮的高爆弹。这时，苏联车内闭塞的空间又给设计人员出难题了。BMP-2 全部的导弹载弹量才只有4发弹药，纵使可以通过在原舱里乱放导弹的方式增加弹药储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BMP-2 可以奢侈到使用导弹对敌方攻势进行攻击。在万般无奈下，设计者们不得不承认，大口径火炮依然是对付攻势的理想武器。大口径、低膛压、高爆弹可以轻松摧毁土木和混凝土攻势，给进攻部队扫平障碍。那苏军装备库里有没有一款膛压足够低到给轻型装甲车辆使用，还是大口径的火炮呢？当然有，你从来都不会知道，苏联设计师们的奇思妙想究竟能让他们弄出来什么东西。对于苏联的武器设计者来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只需要去之前的废纸堆里捡垃圾，总能找到刚好符合需求的产品。这次也不例外，设计师们找到了一款安装在轻型装甲车辆上的 2A48 型自动供弹100毫米主炮。这门炮原本是685工程的主炮，该设计项目是为了在1970年代寻找一款 PT76 两栖坦克的重火力替代品。可惜的是，在1970年代，苏联高层终于开悟，PT76 这种两栖坦克即使火力再强大，也是相当鸡肋。因此685工程便不再被开发。但很欣喜的是，685工程总重量仅为 16.5 吨。也就是说，新的步兵战车设计只要不低于这个数字，就可以正常使用100毫米这个口径的火炮。在这个前提下，基于685工程所开发的新型步兵战车也有了完成设计的可能。根据苏联的命名模式，新型步兵战车被称为 BMP-3， 而这也是一型反步兵、反装甲、反攻势全能的终极 BMP。
BMP-3 是一种苏联在1980年代研发，并于1987年开始服役的新型步兵战车。它在1990年的红场阅兵式上首次向世人公开展示，所以北约给予其 IFA M19901的识别编号。BMP-3 的设计基于685工程的自动装填100毫米炮以及688工程的底盘。值得注意的是，688工程的底盘也是由685工程改进而来。其原本是想设计一种防御力更强的底盘，以及使用无人炮塔设计的 BMP-2 深度改进型。由于苏联步兵战车的幅度是硬性要求，所以688工程不得不扩大车体内空间，以增加幅度的可能。这样一来，成员的空间又被弱化，导致其无法在载员数量上向 BMP-2 看齐。而且685工程所预留的装弹机位置，对于只安装遥控武器站的688工程而言是无用的空间冗余。一来二去之下，苏军对688工程的设计做出指导，减少载员数，并且换装685工程的100毫米炮以及配套的自动装弹机。这也就是 BMP-3 原型车 688M 的由来。火力方面， BMP-3 是现役装备最全，也是世界范围内装备最全的步兵战车。它的主要武器系统被称为 2K23 综合武器系统，分别由 270 100毫米低初速火炮以及30毫米 272 机炮组成。炮塔上还有额外的 7.62 毫米 PKT 同轴机枪。和原型685工程的100毫米炮不同的是， BMP-3 的 2A70 是一种低初速低膛压的火炮，并不能发射全口径穿甲弹或者次口径穿甲弹，其仅能发射特制的 3OF70 高爆弹或者苏系独有的 9M117 炮射反坦克导弹。270共有40枚100毫米高爆弹，自动装弹机中仅有22发待发弹，另外18发被安置在炮塔后方的弹药架上。当发射高爆弹时，自动装弹机的最大装填速度约在4到5秒一发。由于炮射反坦克导弹弹体过长，无法塞进自动装弹机，所以在发射炮射反坦克导弹时，车组必须将炮管扬起，才能将整发导弹推入炮膛内。这时100毫米主炮的装填时间就会来到15到20秒以上。为了弥补主炮装填期间的火力空缺，以及补强主炮没有穿甲能力的事实， 2K23 系统的副炮被选定为30毫米的 2A72 机炮。这门机炮是 2A42 的改进版，主要是在轻量化上做出了妥协，并且 2A72 的射速也比 2A42 更低，每分钟仅为300发左右，更有利于炮手节约弹药。这并不是一句空谈，因为 BMP-3 的机炮备弹仅有500发，分别为300发的高爆弹和200发的穿甲弹，弹药储备并不算宽裕。此外， 2A42 在 BMP-2 上因为炮管震颤导致射击散布不佳的问题，也在 2K23 系统上被解决。解决方案是在 2A72 炮管外侧焊接一个刚性连接支架，将炮管框在其中，限制它的抖动。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换来的却是精准度的大幅提升。这很苏联。除了100+30的独特武器系统外， BMP-3 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它的所有武器都可以拿来防空。272自不必多说，步战车使用的连发机炮本来就是有一定的防御临空直升机或者其他低速目标的能力，而100毫米炮也可以防空，则要归结于其使用的弹药即 3OF19-1 高爆弹。这种弹药将碰炸引信换装成了 VT 引信，这也就是说，在保险解脱之后，任何靠近这枚炮弹的物体都会引爆它。原先 3OF191 只是一种为了加固掩体准备的弹药，这样的弹药好处是可以飞掠目标头顶，然后凌空爆炸，弹片会向下飞散，杀伤在掩体中的目标，比如战壕或者伞兵坑中躲起来的士兵。当然 VT 炮弹原本就是为了防空而研发的，所以 3OF191 也可以被用于防空，但 BMP-3 的炮弹飞行过于缓慢，虽然有 VT 引信的加持，但在缓慢的炮弹并没有雷达和光学跟踪的前提下，使用100毫米炮击落战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火力军评价 2K23 系统，虽然非常具有开创性，但它却有致命弱点，那就是退步的反战车能力。在 BMP-2 的终极改进型 BMP-2M 上，152毫米口径的短号反坦克导弹可以有1000毫米的破甲深度，而 2A70 发射的100毫米 9M117M1 受制于只有100毫米口径，其破甲深度非常受到限制，仅有750毫米。虽然串联破甲弹可以面对大部分覆盖有爆炸反应装甲的目标，但其穿身依然不足以威胁大部分现代主战坦克。好在 BMP-3 也有自己的逃生方法，即使反坦克导弹不足以击穿目标，对目标来上一发高爆弹也能让 BMP-3 逃生。100毫米高爆弹的爆炸威力强劲，足以短暂震晕目标，让步战车可以跑路。100毫米高爆弹还有另一个说法，理论上来说 2A70 打出去的高爆弹其射程高达7公里，
而战车的火控系统并不支持高爆弹攻击这么远的目标。在不需要支援步兵的时候 ，BMP3 的高爆弹还可以使用传统的射表射击法，从远处取射攻击目标。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系统 ，BMP3 的内部布局也要随之更改。BMP3 的车组是传统的3人苏联坦克布局，即车长、炮手、驾驶员。由于炮塔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加上 BMP3 是发动机后置设计，所以尾舱仅能携带5名步兵，剩余的2人要坐到车体前排和驾驶员并排。这样的奇怪布局主要还是688工程及 BMP 原型车是由轻型坦克改装而来的，并没有专门设计一个携带步兵的大尾舱，才会让步兵坐的东一个西一个。另外，步兵上下车也相当麻烦。BMP3 采用了双层地板和尾置发动机，一般的步兵战车都是前置发动机，这样在尾部没有任何阻碍，可以让步兵快速上下车。但 BMP3 反其道而行，设置了尾部发动机，这样步兵就必须穿过发动机上下车。但为了保护步兵不被工作中的发动机烫伤， BMP3 又设计了双层地板，隔开了发动机和步兵，在车体左右两侧打开了2条通道，方便步兵上下车。但设计了双层地板之后，纵向空间减少了，步兵想要上下车只能趴着进出，所以 BMP3 又在上下车通道的位置做了翻板样式的车顶盖，这样一来，步兵终于不用爬进爬出。这样的设计有点类似于 BMD1，虽然设计师们绞尽脑汁，但归根结底还是有点不太方便，只能凑合着用了。阻碍了步兵上下车的是一台 UTD-29 柴油发动机，最大可以输出450马力。后续所有下线的 BMP3 都换装了 UTD-29M， 这是一种马力更大的型号，可以提供500马力的最大输出。这台发动机采用柴油4冲程液冷设计，耦合4速液压机械动力变速器，最大速度可以达到70公里每小时。只不过这时车内成员一定会震个七荤八素。值得注意的是 ，BMP3 为了提升成员舒适性，或者是提升火控系统的工作环境，采用了独立悬架，这显著减少了车组在高速越野下状态的不适感，也让车体的颠簸不太容易超出火控系统的工作范围。之所以 BMP3 会采用前方放置成员、后方放置发动机这种特立独行的结构，是因为它非常强调自身的防御能力。在 BMP3 研发之初，苏联人就获得了美军的步兵战车，将使用以高穿身和高精度而闻名的 M22 大毒蛇25毫米链炮，拥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1000米穿身约在90毫米，可以无压力击穿 BMP2。而 2A72 使用的脱壳穿甲弹在这个距离上仅为75毫米穿身，不足以威胁布雷德利正面。尽管 2A72 的射速较快，但打不穿就是打不穿，所以火力方面的缺陷就需要装甲来弥补了。BMP3 是苏联步战车防御能力的巅峰，它的车体主装甲采用了 APT-102 热处理铝合金，对比起美军的 M113 使用的5083铝合金，或者是自家 BMD1 使用的 ABT-101、ABT-102 在维持大致重量的前提下，拥有更好的对弹道武器的抗性。理想状态下，2毫米厚的 ABT-102 就等于1毫米的压制装甲钢，而且此时它的重量远低于等效厚度的钢装甲，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铝合金装甲之一。具体到 BMP3 的防御布局上，它拥有60毫米的手下装甲，还拥有一层额外的10毫米的 BT70SH 装甲钢制成的防浪板，两者之间拥有70毫米空隙，可以有效影响从正面来袭的空心装药武器的破身。炮塔也是这样的防御思路， BMP3 的炮塔也采用 ABT-102 铝合金焊接而成，并且拥有额外的10毫米 BT70SH 钢装甲护罩，前半部分装甲物理厚度为50+10毫米。这样的防御能力可以在1公里上抵御 M242 发射的25毫米脱壳穿甲弹，并且可以在2公里上概率免疫 M242 发射的25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这样的防护不可谓不优秀， BMP3 使用18吨的车体做到了20吨级别步兵战车的防御能力，苏联工程师们也是着实下了一番心思的。除了基础装甲之外， BMP3 还可以安装额外的钢装甲以及格栅装甲，这种该型在 BMP1 和 BMP2 上一般以 D 标示， BMP1D 和 BMP2D 在安装6毫米附加装甲之后会失去浮动能力，但 BMP3 不同，它的车体更接近于方盒子，浮力冗余更多，所以安装了附加装甲之后，它依然可以浮动，只不过速度会从原来的12到15公里每小时降低到不足10公里每小时。当然，俄罗斯在解体后也为 BMP3 开发过额外的附加装甲套件，其中一种就是可以让 BMP3 完全无法浮动的套件。它通过采用外置复合装甲模块，设计思路有点类似武式步战车侧面的复合装甲模块，
它让 BMP-3 的防御能力提升到了1公里可防御25毫米钢针的水平。但是加装这种套件之后 ，BMP-3 进水里就会沉底。除此之外 ，BMP-3 还可以安装苏联传统异能及爆炸反应装甲。之所以 BMP-1 和 BMP-2 无法安装，是因为它们的基础装甲太薄，即使是特殊设计，爆反也会反向炸穿车体。而 BMP-3 足够结实的车体，让它可以安装 4S-20 或者 4S-24 套件，用来防御破甲弹的袭击。而如果来袭弹药爆反装甲也挡不住，还可以尝试竞技场翼主动防御系统，在更远的距离上击落来袭弹药。可以说 BMP-3 是一种完全看齐欧美设计的苏联步兵战车，这种独特的设计让其在外贸市场上销路不错。阿联酋就有很多的 BMP-3， 并且这些 BMP-3 在步兵战车的竞标中完全击败了武士和布雷德利，用自己的本事拿到了订单。即使是现在，阿联酋的 BMP-3 装备的设备以及性能也远超任何国家的同款战车，包括俄罗斯自己使用的。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使用国则是韩国。韩国拥有一部分 T-80 和 BMP-3， 这些战车是原来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政府拿来抵债的一部分。韩军共拥有70台 BMP-3， 其中33台是抵债免费获得，剩余37台是额外购买。由于对面的朝军并没有类似于 BMP-3 的战车，所以韩军对 BMP-3 也非常重视。在2005年左右，所有的 BMP-3 都升级为了俄军自用标准，而后续这些 BMP-3 也获得了北约标准升级，以便容纳更多的电子设备。虽然 BMP-3 无愧于其全能 BMP 的称号，但这并不是结束。100+30武器组合依然不是 688M 底盘的极限，苏联依然能在这个轻型坦克底盘上整出更多的花活，那就要超脱步兵战车的范畴，将它重新变回轻型坦克，一种有着主战坦克火力的轻型坦克。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下期视频见。